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心灵乌托邦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对消费不为人知的5个坚持。我爱你们。 INFJ 以深刻的内省能力、同理心和对意义的追求而闻名，这使得他们在消费行为上展现出独特的坚持。这些坚持往往不为人知，因为 INFJ 倾向于低调行事，并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生活中，而非公开宣扬。坚持消费背后的意义与价值。 INFJ 是价值导向的人格类型，他们的消费行为往往反映出对个人信念和理想的承诺。他们不会随波逐流地追随流行趋势，而是会深入思考每一笔消费是否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一致。这种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明显，但却是 INFJ 消费决策的核心。 INFJ 在消费时会问自己，这个购买行为是否对我或世界有意义？例如，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公平贸易的咖啡，因为这支持小农经济和环境永续。或者，他们会避免购买来自不道德企业的产品，即使这些产品更便宜或更方便。他们的消费决策通常基于长远影响，而非短期的便利或价格考量。这种坚持源于 INFJ 的直觉、和情感、功能。直觉让他们能看到消费行为背后的长期影响，例如环境破坏或社会不公。情感功能则驱使他们考虑他人的福祉，将消费视为一种道德表达。例如， INFJ 可能会花时间研究品牌的劳动条件或环境政策，甚至放弃某些主流品牌，只因其不符合他们的伦理标准。假设一位 INFJ 在选购服装时，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件衣服时尚或价格低廉就购买，他们可能会查询该品牌的供应链，确保没有童工或剥削劳工的情况。追求高品质而非数量。 INFJ 在消费中倾向于少即是多的哲学，他们不喜欢囤积物品或追求物质的堆积，而是专注于购买高品质、经久耐用的产品。这种坚持反映了他们对深度和永续的渴望，以及对浪费的厌恶。INFJ 的内向直觉使他们重视事物的本质，而非表面。他们认为物品应该具有持久的价值，无论是功能性、情感联系还是美学价值。因此，他们宁愿花更多钱购买一件精心设计的产品，也不愿意购买多件廉价但品质低劣的替代品。例如， INFJ 可能会投资一双手工制作的皮鞋，而不是频繁更换廉价鞋子。这种行为也与他们的情感功能 有关。 INFJ 希望自己的消费选择能反映出对他人的尊重，例如支持手工匠人或小型企业。他们也倾向于选择能带来情感共鸣的产品，例如具有故事性的设计或与个人记忆相关的物品。一位 INFJ 在选购家具时，可能会选择一张由当地木匠制作的实木餐桌，而不是量贩店的平价组合家具。他们会考虑这张餐桌的材质、工艺以及是否能长久使用，甚至会想象这张桌子未来如何成为家庭聚会的中心。这种选择不仅是对品质的追求，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投资。对环境与永续的深刻承诺。 INFJ 对环境保护和永续发展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，他们的消费行为往往以减少生态足迹为目标。这种坚持可能不为人知，因为他们很少公开宣扬自己的努力。 INFJ 的直觉功能让他们能预见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长期影响，例如气候变迁或资源浩劫。他们的情感功能 则让他们对地球和后代的福祉感到责任，因此他们在消费时会优先选择对环境友善的产品，例如可生物分解的清洁剂、再生材质的包装或节能家电。他们也会采取行动减少浪费，例如自备购物袋，选择散装食品或修补旧物而非丢弃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，也是对自己价值观的实践。INFJ 可能会默默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例如采用极简主义或零废弃生活，而不刻意寻求他人的认同。一位 INFJ 在购买日常用品时，可能会选择无塑包装的肥皂，并自备容器到散装店购买洗剂。他们也可能放弃购买新款电子产品，因为他们意识到电子垃圾对环境的危害。这些选择可能让旁人觉得麻烦，但对 INFJ 而言，这是对地球的责任。避免冲动消费。
注重内在需求。INFJ 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理解，他们在消费时会优先考虑真正的需求，而非被外部诱惑驱使。这种对冲动消费的抗拒是他们不为人知的坚持之一。INFJ 的内向直觉让他们能分辨哪些消费是出于真实需求，哪些是受到广告或社会压力的影响。他们的情感功能 F1 则让他们关注消费是否能增进自己的幸福感或他人的福祉。因此 INFJ 在购买前会进行深入的内省，确保这项消费与自己的目标或价值观一致。例如INFJ 可能会抵制黑色星期五的促销活动，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物品。他们也可能避免购买炫耀性的奢侈品，因为这与他们的内在价值观不符。相反，他们可能会投资于能提升个人成长的消费，例如书籍、课程或旅行体验。一位 INFJ 在考虑购买新手机时，可能会问自己：我真的需要这款新机型的功能吗？还是只是被广告吸引？如果他们发现现有的手机仍能满足需求，他们会选择继续使用，而不是盲目升级。这种克制可能让旁人觉得过于谨慎，但对 INFJ 而言，这是对自我需求的忠诚。5. 重视情感连结与故事性。 INFJ 在消费时特别重视产品背后的情感连结或故事性，他们不只购买物品本身，还购买其代表的意义或记忆。这种坚持往往不为人知，因为它更多是内心的体验，而非外显的行为。INFJ 的情感功能 F1让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为敏感，他们希望自己的消费能反映这种联系。他们的直觉功能 N 则让他们能从物品中看到更深的象征意义。例如，他们可能会珍视一件来自亲人赠送的手工围巾，因为它承载了爱与回忆；或者他们会选择购买一位独立艺术家的作品，因为这支持了创作者的梦想。INFJ 也倾向于选择能讲述故事的产品，例如具有历史背景的古董、当地文化的工艺品或家族企业的产品。他们相信这些物品能为生活增添深度，并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。一位 INFJ 在旅行时可能会购买当地手工艺人制作的陶器，而不是量产的纪念品。他们会被陶器背后的故事吸引，例如制作者的传统技艺或家族传承。他们也可能保留一件旧物，例如祖母的旧缝纫机，因为它承载了家族的记忆。这些选择可能让旁人觉得过于感性，但对 INFJ 而言，这是对情感的尊重。总结来说， INFJ 在消费行为中的5个坚持：追求意义与价值，注重品质而非数量，对环境永续的承诺，避免冲动消费，重视情感连结与故事性，反映了他们深刻的内省能力、理想主义和对意义的追求。这些坚持可能不为人知，因为 INFJ 倾向于低调行事，并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生活中，而非公开宣扬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坚持，让他们的消费行为充满意义，并对自己和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虽然这些坚持可能带来挑战，例如决策缓慢、财务压力或与主流文化的脱节，但 INFJ 愿意为信念付出代价。他们相信，通过有意识的消费，他们不仅能实现个人的成长，还能为社会和环境带来改变。这种独特的消费哲学，正是 INFJ 人格魅力的体现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我爱你们！